房貸一族拼買房，西寧國宅震撼案，猛鬼社區是不是地點的問題？帶你看清管理失靈的真相。先說結論你想要避開猛鬼社區，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去買好地段的房子，就真的是這樣。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美國即將出現50年房貸，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擔心你家變猛鬼社區嗎？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買房多年慘變猛鬼大樓，專家曝避雷3關鍵。那內容是這樣就是說台北萬華的西寧國宅，從1982年落成以來，發生了超過30起非自然離世的事件，所以被居民形容為萬華猛鬼大樓那你也不用去探險了，因為它要拆掉重建了。你看我畫紅線的地方隨着北市府的規劃，將於2026年拆除，改建為福興社會住宅。福興福地福人居這個不是算了不講好，那我們繼續講原本的新聞房產專家何世昌先生表示，這類社區的真正問題其實並非靈異事件，而是什麼？管理失靈啊！想要避免悲劇重演的話，就要更注意管理問題。例如說就沒有門禁或者門禁有跟沒有一樣，那陌生人可以隨意进出，甚至直達頂樓，然後就給你跳下來，真的有很誇張就是要跳是跑到別人大樓去跳，還有這種的那或是房價太便宜，那就無法起到篩選租客的目的。例如剛才講的西寧國宅，就是租金相對便宜，所以會吸引許多中低收入的人跟年長者入住。那這些比較弱勢的族群許多人長期飽受病痛或生活壓力的困擾，就比較容易產生一些不好的念頭。那更可怕的是什麼？連鎖反應，因為彼此都認識所以他本來心情就不好，然後看到 B 發生了憾事心情就更不好了，怎樣他還欠我錢现在沒辦法了現在還不了了心情更不好了。那我們也来看一下西寧國宅跟之後要蓋的福興社宅租金差多少。照顧一下 Podcast 的聽眾，我念一下西寧國宅坪數12到24坪，租金4650到9250元，好便宜好便宜真的是很便宜那接下来要改建成福興社宅，坪數14坪到40坪，租金11900到33900變得不便宜了誰跟我說社宅很便宜的？你就要來住這邊嘛。那再來你要知道怎麼避免讓自家成為猛鬼社區這很難就你有什麼辦法那就是你當初選社區就選好一點。那我們也來討論一下，如果你會擔心自己買的房子也發生像西寧國宅這樣的憾事的話，你應該要怎麼預防？我有列了幾點給你參考第一，選擇純住宅大樓，住商合一沒有不好，但是它就相对難以防禦閒雜人等出入，也不是說閒雜人等，人家就來上班的嘛這個會變成說什麼？就是你帶小孩然後就可能你接小孩放学，然後你就要跟其他的員工一起搭電梯其他人來坐辦公室，然後那員工剛抽完煙或者怎麼樣，就會有這個情況。那我知道有一種做法是純住宅區跟商業空間會相隔起来就隔起來就對了。那個住宅用住宅的電梯，商辦用商辦的電梯會有，然後会有警衛什麼。但是你社區一老，我跟你講，大家就開始隨便就是門要關不關的，或是直接因為省預算把警衛撤掉，這種我們都有見過就會比較有問題。第二點，投資客大樓投資客大樓這個你應該也聽我講過，也不用聽我講因為這個你市場中很多新聞都有提到嘛，就是建商在一個建案裡面蓋了一大堆的一房一廳一堆兩房，那這個總價就低嘛總價低誰會去買？投資客去買嘛。那因為總價比較低，這種房子的問題是什麼？投資客他會認真篩選租客嗎？沒有他們在求的就是立刻最快速度把房子租掉，那租金行情就好了。因為你新的建案一落成數百戶一起在租你很難去做到真實的拉高租金那只要趕快把它租掉，那就會租給一堆有問題的，什麼89啦吸毒的啦我們都有聽過，連這邊都有一樣。它的規劃上3房4房，這社區裡3房4房也有在一棟，然後密集的2房小2房在一棟那果不其然就發生了有那個租客跳下去在小2房那邊，
你那樣一跳不是影響到整個社區嗎？那好的管委會確實是有他的本事跟能力，會幫你壓新聞就這樣。環境一亂，是非就多，是非一多，很容易出事情。第三，避開便宜管理費的社區這個指標不一定準，你自己在下判斷用錢來篩選總是一道篩選直白的說就是管委會有錢可以解決很多事情嘛。例如說我們剛才講的門禁不嚴，好，那今天你的管理費收到一坪80-90塊，那你就可以找到有專業的警衛24小時嘛，他可以認得全部社區住戶的臉孔，你反映人家也會當一回事就這樣。羊毛出在羊身上，當然是不用到豪宅的那種西裝少那種等級啦。雖然錢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它確實能解決很多的問題。最後你要知道，好地段的房子通常不用太擔心那如果你是買在好地段的房子，就不用太擔心這個問題了，因為地段通常就可以幫你篩選掉很多問題了。例如說台北的民生社區，就算它已經是好幾十年的老社區大家還是覺得它這樣，它很頂，因為它裡面住的都是軍公教，什麼大學教授跟一大堆名人藝人，有能力住到那邊的人財力都不錯，就不太會出現什麼三教九流。如果出現了住民生社區或高級豪宅的三教九，那也是比較本事的八九，你知道那就不用擔心什麼會變成猛鬼社區這種問題。比較有可能發生這個問題的通常是哪邊？就沒發展好的重劃區，沒發展好不是說重劃區都會有，而是沒發展好的。看一個案例，北海岸的海灣新城，對不對？當初發展不起來那現在就更沒有人願意住在那邊。你這個一看你就覺得他猛鬼，即使他也沒發生什麼離奇的意外或者是什麼就沒有但你看起來就是這個我印象中鬼屋應該要有的樣子那自然就出現越來越多的鬼故事。就算你重新拉皮有那個新北市政府有做幫他重新油漆或什麼都沒有用，這個就是沒發展起來的重劃區的問題。那你遇到的機會是比較低啦，可是一旦你遇上可能就會直接這樣卡你。你想想看，你是海灣新城的屋主，那你現在那個房子要怎麼租？怎麼租嘛？誰來跟你租？你租給那個做靈異直播探險的算了。那像淡海新市鎮一卡也卡了快20年現在才快要解套，就那個巴黎大橋那沒發展好，問題自然會比較多。你租也不好租，不好租就會变成说隨便然後就它的地段已經比較偏遠了然後租金又比較低，你很難去真的像蛋黃一樣可以認真篩選租客。也不是說蛋黃就不会有猛鬼大樓你蛋黃的話，像西寧國宅，它也是沒什麼在篩選租客，隨便你要租就租然後發生竊腳還是什麼就惡勢力，然後就怎樣，問題一大堆，真的是一大堆。那反觀有在管理的一些中級高級的社區，很難發生吧真的很難。如果發生也是文明的方式，比方說地保不是說地保的犯罪率比較高，就一堆住戶都有出各種案件通常都是什麼？通常都是經濟上的，對不對？也不會是什麼刑事案件。就這樣，我會建議你，如果你擔心你家未來會變成什麼猛鬼社區的話，你就是盡量買在蛋黃區有管理的好社區。這個有沒有管理，你附近你一問就知道了。如果這個社區已經20-30年都沒有發生意外，等你要入住以後，它突然發生意外，它幾率是很低的。真的是幾率的問題，不是完全不會發生就是幾率大小的問題。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講了台北萬華西寧國宅這個被稱為猛鬼大樓的案例，我也幫你分析了它真正的問題，其實不在於靈異事件，而是出在管理上。例如它門禁就不嚴格嘛，然後它的租客一大堆嘛，就組成又很複雜我也提供了避免發生類似問題的解法，你就選擇純住宅大樓避免這個投資客大樓或是管理費比較貴的社區。結論就是這種事情就是預防勝於治療那你買在好地段，長期以來就沒有什麼莫名其妙的奇怪事故的社區確實能夠大幅降低未來遇到這個類似問題的風險。最後我想問你，你覺得哪一種社區最容易會變成猛鬼大樓？A 一堆8-9的社區， B 住商混合的社區， C 電梯已經壞掉的社區。對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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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掰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銷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哦，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啊。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哦 ，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哦。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哦，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自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哦，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哦，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哦，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故事講故事，跟你分享一位會員朋友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因為會來找我聊天嘛，那比較聊得來的我就繼續聊。那這次的故事主角叫做阿蓮阿蓮最近有些閒錢，想說要買房子來出租當房東。那他也去看過幾間房子，每次要下斡的時候要出價他就輸了，因為他之前沒有當過房東，又很常看到新聞看到什麼房客吸毒啦，那什麼房客退租的時候把房子弄很亂啦，然後還有那個殺房東的啦，所以他就會怕。他就會問我有什麼辦法可以防禦。我跟他說，因為你房子不夠多，如果你有很多間的話，就不會每一間都發生，你自然不會去擔心說這遇到就是其中之一就不是你的全部，所以就還好。我講這個聽起來像幹話，可是真的是這樣在第一間房子的時候，我也是整天各種怕然後後來就順暢了，反正就是這樣，這總不會全部一起吧，分散風險嘛。我還是跟他說，你會擔心的話你就是拉高租金你要拉高租金是有前提的，就是你要整理房子花一點錢去整理房子，拉高租金，篩選租客。拉租金的目的是怎麼樣？有一句很難聽的話但我想你會同意，叫做越窮越亂越窮越亂。我們都出過社會我們都看了那麼多事情，這個真的是這樣，越窮真的是越亂拉租金的目的是讓我只要便宜，其他我都沒有差的這種人他就不會考慮，那就完成了一次筛選。例如說，只有主管級的薪水才租得起你的房子，你真的會省去非常多的麻煩。然後篩選租客是為了篩掉誰？8大跟8+9那這樣子會安全非常的多。我沒有在歧視做8大或是8+9歧視也沒關係反正就是這樣，因為它的社會觀感就是不好。我看起來有一個大的問題是那個毒品那個吸毒比喝醉更嚴重嘛，因為那個吸毒一吸鏘了以後什麼事情都幹得出来就很危險。那可能好熱，想吹風就把窗戶打開了，這很危險的事情是為了那個要篩選掉會去用到毒品的這種族群，那你就會安全非常非常的多了，是幾率問題。有沒有那種100萬年薪，然後科技業工作，然後再用毒品？有啊，不是新聞也會有看到，這是幾率問題嘛？你去跟他賭這個幹嘛？他又在那邊陰謀說，可是他如果是偽裝的很好的8+9怎麼辦？如果他失業怎麼辦？心魔這就是典型的心魔。在做之前自己先想了一堆有的沒的，然後來內耗，來自己嚇自己。我就跟他說，你可能心態上還沒準備好，你再想一下如果你還沒租出去之前，你這麼怕，我未看先猜，你真的租出去以後，你會擔心到睡不着覺。
他說那我再想一下好了哦，到現在還沒密我，所以他有沒有真的買下去我也不知道。但人生就是這樣，你現在做的行為叫房東呢，房東已經是台灣公認世界上最好的職業了，然後你在這房東怎麼會沒有風險？也是有風險的可是這個風險是不是已經很可控了？對比其他行業、其他職業來說，所以我會認為說就是這樣了，你投資要洗下去了那人生就是這樣，有些錢可能不適合你賺就像剛才來找我聊天的那位阿蓮一樣，他還沒有去置產，就在想東想西。那在他轉念之前，租金收入這件事情就跟他這樣就無關了，他可以去做別的事情又不是說一定要做房子才 OK， 一定要置產房子，你錢把它存在房子也是一種選擇，你錢把它存在，比方說喜歡買股票去做股票是另一種選擇，股票就沒有二房客的問題啦，可是股票的問題就在其他地方嘛像前幾天看到什麼台積電副總被挖角，這新聞你有看到嗎那當天就是確實影響到台股，這個看到我會怕呢，所以股票就是什麼？就是我不能賺到的錢就是這樣。每個人自己就有自己命中注定的正財跟偏財嘛，就是這樣。你也不一定適合房子我現在是很確定我就適合房子所以我都往這邊做就好了。你可以想一下什麼錢你賺起來比較安心，那就是你命中的正財你又順利又安，那不是正財是什麼？往這邊多加碼一點，祝你順利。